这个灯的开关打开以后，你看都带电。用电笔测，蓝线、绿线都带电。客户本来自己想换一个开关，结果打开以后不敢装了，不知道哪根是零线，哪根是火线，看我能不能给他搞定。那好吧，我来看一下，看能不能给他找到。客户说原来那个开关和这个开关不一样，所以说打开以后就不会接了。有蓝线，有绿线，还有黄绿双色线。用电笔一测还都带电，搞不懂。我这一看也没看懂，因为我没分清哪个是零线，哪个是火线，哪个是控制线。这个往地下走这3根线应该是单开双控线，就是这边开灯，那边可以关灯的。然后这2根线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乍一看这几根线没搞清楚之前，你真不敢乱接。这个应该是火线，看一下这2根线，这个蓝线带电，黄绿双色线带电。那往上走这个蓝线，我把胶带打开，看一下这个蓝线也是带电的，所以说就这样你都不敢随便往上接。测的这2根线不带电。现在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每根线是干什么的。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，红管往上走的是101火，这2根线往上走接的是上面的灯，小筒灯。那这2根线是干啥的呢？这个管下来的一根绿线和一根蓝线。如果这个蓝线是零线，那么这个绿线，那就是灯的控制线。现在这上面是没有电的，用这个电笔一测，就是微微亮。去看一下另外一头的开关，那就打开这个开关看一下。果不其然，有3根线是从先头那个开关引过来的，还有1根线是往上走的。这个是单开双控，红线过来的是火线，这是带电的。这个红线打开这个开关，这个线是往上走的，控制的灯带的控制线。这个我看明白了，它这边接的都对，这个先不用管。也就是说门口这个开关现在搞不懂，这2根线你看还都带电，那带电是啥意思呢？那我把开关这一头的这个蓝线和黄绿双色线给拆掉，这线2头都拆掉了再测，还是带电的。那这个电是3根线破皮短接了，还是感应电呢？这是因为这个管里穿了根火线，所以说它2个都带电，这是个感应电。测一下这个感应电多少伏。这个线与那个蓝线测60伏，与黄绿双色线测这个是70伏，不一样，这俩都是感应电。与那个绿线测之间也是60伏，测这个黄绿双色线70伏。那你说这个绿线和蓝线哪个是零线呢？哪一个是控制这个主灯的线呢？那你肯定说蓝色的就是零线，不敢保证。也可能这个蓝线从主灯引下来的一个零线。那这个蓝线为什么带电呢？测一下它上面的电压，与绿线之间，这个蓝线与绿线220伏，有220伏的电。这个蓝线与蓝线之间也是220伏，那这个带电的蓝线是什么线呢？所以我认为这个带电的蓝线是一个零线。它之所以带电，是因为它与这个黄线形成回路，这个黄线是火线，我把它剪断，黄线通电去筒灯，通过筒灯回到零线，所以零线带电。现在把火线剪断了，所以这个零线就不带电了。可以肯定它就是一火一零，是一个回路。好了，下面看这2根线，哪一个是零线，哪一个是主灯的控制线。这2根线应该都是从主灯下来的，那就测一下哪根是零线，哪根是控制线。您说能测出来吗？就是在不拆灯的情况下，用万用表能不能测出来哪根是控制线，哪根是零线？
先测一下电阻吧，这个电阻应该很大，控制线和零线之间的电阻很大，因为它们之间接着灯的电阻有大有小，这个是很大的。先找到火线，这是火线，拆掉这个蓝线和绿线。有的说师傅你太啰嗦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蓝线是零线，你还要去测，分别测火线与绿线和蓝线，看一下它们的电压有没有不一样，来分出来哪个是控制线，哪个是零线。在测这两个线之前，我先测一下插座的电压。这个要看表针的摆动位置，记住这个位置。好，现在开始测火线与上面其中的一根线，记住这个位置。再测与另一根线与绿线，表针的位置跟刚才不一样，比测的插座稍微往左偏一点。再测火线与那个蓝线，看一下，和刚才插座测的一样。再看绿线，黑杠偏左一点。很明显，测的这两个线表针的摆动位置不一样，与测插座摆动的那个位置一样的那个线就是零线，偏小的那个是控制线，它相差很小，差不多就是1伏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有很多师傅说开关里边有零线有控制线，不知道哪根是哪根，怎么去测？这也算是一种小方法。筒灯的零线与这个零线连在一起，就是接通零线。黄线是筒灯的火线，这个筒灯是从灯的主火线引出一根线来，通过开关接通黄线。这个零线就是从主灯穿下来的零线，要接这个筒灯的零线，让筒灯亮起来，这样电路就接好了。好了，这样就能实现在门口开，在那头关，两头都能开都能关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弄好以后感觉这个电路很简单。很多时候开关盒里边有控制线有零线，有的零线不一定是蓝色，所以说有的时候很难分，要拆开灯看一看。我是测量火线与控制线之间的电压，因为控制线和零线之间有一个回路，就是中间接了一个灯，所以这个控制线和火线之间就是220伏，火线与零线也是220，所以测的它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做对比，看那个表针的摆动位置，火与零线摆到225，火线与控制线摆的稍微小一点，这个电压大概就是1伏左右，也就是224，也就是说灯前和灯后有一个1伏的压降，相差很小，我一般都是这么测量。好了，希望能帮到有这种困扰的师傅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